为什么总有高手在代币还未上线就已经猜得到大概的价格，并且偏差不大？还有高手？他们的依据来自于哪里？你真的懂什么是 FDV、TGE 线性解锁归属器吗？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做一期干货的内容讲解。其实对于很多新手伙伴来讲，他们初次进入到币圈，特别是参与了一些一级项目的时候呢，往往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些词汇，像 FDV、TGE 几十天的解锁期，或者是一些线性释放等等这些名词。今天这支影片呢，就主要来搞懂这些词汇，以及我们来深层解读一下项目方背后的一些逻辑原理。OK， 话不多说，我们进入到正题。首先，什么是 FDV？FDV 全称是完全稀释估值。假设项目方发行的所有代币都进入到市场流通后的总价值。那其实对于很多平台来讲，他们刚开始他们都不会说把所有的代币全部稀释、全部释放，基本上呢都会有一个锁仓期和一个初始的流通量。那这个 FDV 它的计算方式呢，就是代币的总供应量乘以单枚代币的价格。它这个呢，其实就是理论上的一个总市值，但实际流通的代币呢，比这个总供应量要少的很多。那刚刚也讲，它的一个初始流通量会远远低于它的总供应量。这里呢，就会有个假设，如果说我们的一个 FDV 过高，但是呢，它的初始流通量比较低，那随着未来代币的一个大量解锁，它可能会导致它的价格持续性进行一个下跌。这也就代表着我们在评估它的 FDV 和它一个初始流通量的时候呢，得做好一个相应数据的评估。这样子才能更好的去决定是否要参与这个项目。就像有一家公司有100万股票，但目前呢只流通了10万股 ，FDV 相当于假设所有100万股全部卖出去之后的总价值，但实际的市值呢只能计算当前流通的10万股，所以这个 FDV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数据。那我们第二个讲的话就是 TGE。什么是 TGE 呢？估计很多伙伴在参与每个项目的时候呢，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数据了。大部分都会问什么时候 TGE， 什么时候上锁这些问题。TGE 英文称 Token Generation Event， 代币生成事件。那它是代表着正式在区块链上生成的时刻，类似于代币的生日。那我们在代币生成事件之前呢，基本上是没有上主网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拿在我们手中的那个代币叫做积分，只有真正的代币上线 TGE 事件之后，我们拿到手上的这个代币才算是主网上的代币，才有了价值。其实对于很多用户前期都会讲，你现在赚什么赚什么，包括我们现在挖的很多这种低聘的项目，像 Grass 和 Blaze。Grass 和 Blaze 本质有一些区别 ，Grass 的话已经 TGE 过了，它已经有了实际的价值。Blaze 的话相信也快 TGE 了。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拿到的就是它的积分。只有当它真正在代币生成事件之后，这些积分呢才会转换成为他们主管代币，也就是他们平台的治理代币。那这个时候呢才是最具有意义的。所以说在 TGE 之前，所有的参与，所有的活动参与也好，还是说你拿到东西也好，它都仅仅只是一个积分而已。当然这也要看项目方它的一个背景以及它各方面的消息是否值得大家去进行参与。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话说，比如说我们在 TGE 的时候呢，进行了 50% 的一个释放。那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在代币生成事件迟后呢，会释放 50% 的代币给投资者或者是给团队。那剩下的 50% 呢，它会给你来一个什么归属期啊，或者是线性释放。这样的名词的话，我们稍后再做讲解。那一般项目方用这种部分释放来平衡投资者流动性和长期锁仓的一个需求。大部分的项目它其实都会有锁仓期的，特别是对于私募轮或者是公募轮这些投资者来讲，都有3个月、6个月、1年甚至更长久的一些锁仓期。那这些锁仓的话，就是在他们 TGE 的时候呢，这些代币是流通不了的，相当于是已经锁起来这个状态。那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如果说我们所有的代币全部释放在 TGE 的时候呢，大概会形成一个什么样子？就相当于大家手里都有筹码。如果这样子去上交易所的话，项目方会很难控制，会导致一系列的抛售盘，导致最终价格崩盘。整体下来看的话，上线时压力会是最大的。当然了，这个也要看项目方的本身实力。也有一些很牛逼的项目，上线的时候呢，可能下跌那么一点点，随后呢，市场信心一下子大增，直接上涨。这种项目也经历很多。那什么是归属期呢？项目方在进行解锁、代币解锁的时候呢，都会有30天、60天的一个归属期。那我们拿30天的一个归属期为例，讲解一下，代币在被锁定一段时间之后呢，才可以解锁。像30天的归属期的话，是从 TGE 开始的时候计算。然后呢，30天之内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领取到的。这个代币一定要在30天之后才可以进行领取。
这里呢又有一个点啊，就是很多平台它会讲30天归属期之后呢是全部解锁呢还是线性解锁，这里呢又是不一样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了归属期之后呢，它为了防止投资者或者是团队立刻抛售所有的代币，那等它价格慢慢走稳了之后呢，它的归属期才可以去领取你的代币，这样呢是有利于币价的一个维护的。但是呢，归属期越长，我们需要项目方长期信心的话就要越强。那同样对于投资者的风险的话就会越大。说白了，现在所有币圈里面不要太去重视某一个项目，忠实的结果呢基本上都是会亏损。当然我不是说全部啊。这里的话我们提到了线性释放，来给大家拆解一下什么是线性释放。它就是在归属期结束之后呢，代币按照固定的一个速率逐步解锁。那这个线性释放它有可能来讲按 50% 来进行线性释放，或者是 10%， 或者是直接告诉你按几个月几个周期去进行线性释放，它都是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的。那这里的话会有个计算方式，比如说假设剩余 50% 的代币分30天的一个线性解锁，那么它每天可以解锁 1.67% 左右。对于项目方来讲，这种意义呢是避免一次性解锁导致市场突然涌入大量的一个代币，造成抛压。长期释放呢减少用户持有，减少短期的一个抛压，但是对于用户来讲的话，风险其实还是增加的，除非它这个项目的本身是大家都看好的项目。影片的最后呢，来到大家最喜欢的环节，如何预测代币上线之后的初始价格。在我们开始讲下去之前呢，还是要说一下，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100%预测代币上线之后的初始价格。很多人呢会用总市值，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FDV 市值预估来除以流通量来做一个粗略的推算。其实这个计算方式是可行的它能给到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区间。那需要这个的话，就是要提前确定预估的数值。我们可以通过 CoinMarketCap 或者是 DeFi Llama 这些平台去找寻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料，然后呢，再是确定流通量以及最后提到的价格公式。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提到一个关键性的信息也就是我们收取 WLFI 的数据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一个。那从资料的话，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关键性的数据它的总供应量是1000亿枚的 WLFI 代币，上线的流通量是24.6亿到27亿，我们那么就统一计算成27亿。它的预估已披露的 FDV 的话，根据不同网页查询到的资料约是30到40币。那上线时的一个也不上线就上市时的实际交易额大致大概是在 0.3 呢，后续呢有跌到 0.2 左右。那用这个模板去预测 WLFI 的上线价格的话，其实是16枚到1枚。也就是说，如果 FDV 真的是40币的话，那么流通量是25亿枚，按照这个估算，理论上代币上线的价格会直接突破16。但正如我们所说，那跟实际实际看到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它 FDV 也没有达到这么高。相信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实际 vs 预测对比差异这么大？因为它差异的原因可能会包括FDV 估值偏高，不被市场完全接受。虽然项目方可能说是40币，但是买家并不会立刻以这个估值买单。那市场需求、信息、风险溢价都会进行打折。就是流通量外以外的限制那么虽然是有 24.6 到27亿枚的流通，但是有锁仓、解仓团队创始人等不能卖的因素，会限制这个有效的流通性。3、溢价和折价。上市时的话，价格通常会被折价或者溢价影响。那市场恐惧会压低价格或者是预期热度不如估计的那一个热度。第4个的话就是市场的情绪与风险项目的背景、监管、创始团队、产品落地呢，都会影响那个溢价率。因为我们都知道 WLFI 是川普这个，反正就是跟他有关系的嘛，所以呢，大家对他的风波的情绪会比较高。总而言之，就是代币的价格呢，我们只能作为一个简单的预测区间范围。那在这个合理的区间范围之内呢，大家去预测它都是可行的。最终呢，还是要通过实际上线的一个表现，以及大家对于它的一个风波情绪。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在今年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作为新人，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OKX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数字盲盒、甜金福利，
币安作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享受我们提供的最高手续费减免。XT 交易所新币上线直通车，有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最高的现货比例，赶紧注册起来。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并且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一直会有空头。这里的空头的话，今天我们会涉及到，所以近期呢，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同时呢，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一定要去完成，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另外呢 ，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一个是交易所注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注意，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是开通。再者是去购买 Xcopy， 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先说明，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什么意思呢？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亲测过 0.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 价值大概11刀左右。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卖掉。这个 Xcopy 的话，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那另外呢，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 SOIP 的功能，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止盈点、止损点位、具体仓位的大小，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同样，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借以开单减少风险，但风险会一直在，投资需谨慎。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要拿到更好的结果的话，可以使用 SPower 整浏览器。SPower 整浏览器9月大促，超级羊毛，享最低折扣，吃福利加码，拿好礼相送。活动时间是9月1日到9月30日。活动包含套餐聚会，年付套餐享 4.8 折，史前最低，新增540天套餐享 4.2 地板价，还有季付7折，半年付 6.8 折，供需选择。新人首次订阅30天以上套餐，立返 50% 赠送金，封顶30美金。如果您是使用我的注册链接，付款时自动享受 3% 的优惠，年付 4.5 折。满额礼包，单笔实付满600刀可以获得200京东一卡1张，还有机会参与抽奖，赢取 iPhone 16手机一部。